這只大象不知道是不是散步的时候沒注意，已經陷進這個泥潭裡4天3夜了。它僵硬地躺在泥潭裡，一動不動，仿佛已經在泥潭中融化了。只有一只還在轉動的眼珠告訴我們它還活着，但縮小到極致的瞳孔也意味着它此时已經精疲力盡，連翻身的力气都没有。好在奄奄一息之际，住在附近的人們發現了它，眼看大象情況危急，他們趕緊展開救援，用樹枝遮住它的身體，防止它被烈日暴曬，然後找來一台挖掘機，試圖将大象從泥潭中挖出來。但現在最重要的是給它補充体力。綠衣男子用清水冲洗大象的耳朵，檢查是否有傷口以及血管的位置，只有找到血管的位置，才能給它輸營養液，從而補充大象的體力。另一位男子则跟大象的鼻子互動，試圖轉移它的注意力，讓大象暫時忘記痛苦。最近剪視頻這麼順暢，多虧我在得物換的新電腦，關鍵是沒花1分錢，因為抽中了得物2888元購物金，好多人都曬出了中獎記錄，抽中了直接到賬，快點評論區鏈接參與，同時讓同伴更好的查看大象的情況。隨後醫生試圖給大象扎針，此時精疲力盡的大象似乎察覺到了異常，耳朵上傳來的疼痛讓他非常不適，他試圖通過甩動象鼻來干擾救援人員的行動，在大象的干擾下，人們的第一次救援工作宣告失敗，他們只好做第2次嘗試。醫生再次将大象的耳朵沖洗乾淨，同時一名男子拿着木棍吸引大象的鼻子，一切準備就绪後，第2次救援工作開始。醫生剛把針頭扎進大象的耳朵，他的鼻子就又想開始搗亂，但這次卻被擋在中間的木棍攔住了。醫生順利地將針頭扎了進去，隨後便開始了輸液。大象此時也不再反抗了，似乎感覺到了體力正在恢復，他這才終於明白，眼前的這些人是來救他的，這讓他徹底放下戒備，閉上眼躺在泥潭裡呼呼大睡。看到大象平靜下來後，救援人員開始準備下一階段的工作，他們找來了一根比鋼筋還粗的繩索，一陣擺弄後扎出了一個套索，似乎想套在大象身上，但此時的大象一動不動，他们根本找不到合適位置。靠近大象的男子用套索輕輕地碰了碰象腿，聰明的大象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抬起了大腿，救援人員趁勢就將套索套了上去，隨後再用力将套索拉緊，確保後續的救援中不會脫落。看大象蹬腿的樣子，似乎這個泥漿異常的粘稠，後續的救援一定不會太順利。不過人們還有辦法，他們又找來了一台更大功率的挖掘機，同時又叫了幾個壯漢加入救援行動。大象可能覺得腿上綁個繩子實在是難受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將它掙脫了，人們只好再次嘗試將繩子綁緊。這2名壯漢不一般，竟然硬生生地將一頭重達100億噸的大象向前推動了1米。此時套索終於再次套在了象腿上，另一頭也固定在挖掘機上。一切準備就緒後，終於將大象拉了出來。接下來就需要在场壯漢將大象推起來，不止人們在努力，大象也在用力嘗試。過了半個小時後，大象終於顫顫巍巍地起身了。就在人們覺得可以長舒一口氣時，大象突然又哀嚎着倒地了，可能他的體力還是不夠。好在醫生還並沒走遠，又對着他的屁股來上了一記強力針。大象這時一邊輸液一邊進食，就這樣又過了1小時，大象終於有了力氣，在沒有人類的幫助下，憑借自己的雙腿，終於頑強地站了起來。